左云灵吸了那对男女的内力。没错，左云灵的功力不断增加的时候，他会练成曹化纯的先天罡气，到时候你们就很难对付他。但袁若飞有一把五棱剑，五棱剑是至阳至刚的宝剑，但先天罡气也是刚猛异常，以刚对刚，五棱剑很难取胜。师傅，那应该怎么做呀？东海神尼拿出自己的佩剑玄寒剑。我之所以吩咐你斋戒沐浴之后来见我，就是要将这把镇山宝剑玄寒剑交给你。玄寒剑是至阴至柔的宝剑，正是先天罡气的克星。长平拜谢恩师，东海神尼吩咐长平立刻下山与袁若飞会合，在左云灵先天罡气没有大成之前将其除掉。长平回到住处，刚放下玄寒剑，视剑如命的妙清师姐到访，盯着玄寒剑两眼放光，询问长平怎么会带着师傅的佩剑。师傅叫我明天送给一位高人。玄寒剑是本派的镇山之宝，怎么能轻易借人？妙清不舍地返回住处，搬出自己珍藏的宝剑，竟没有一把能与玄寒剑相比。师傅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剑呢？剑是兵器里的天子，如果我们能够出一把好剑，它自然有一副正气。那这里这么多剑，你最喜欢哪一把呀？妙清长叹，这里的每一把剑都铸造精良，但都算不上神兵利器。而我商平最喜欢的一把宝剑，就是太师傅的那把玄寒剑。妙清默念静心咒，可还是克制不住自己的贪念，又来到了长平的房间。我入门已经19年了，这是第一次见到玄寒剑，恳求长平让他仔细看看。长平点头应允，妙清拔出宝剑，果然寒气逼人。慧清啊，这把剑你明天再借给别人吧，不如今晚让我保存了。你也知道我是爱剑爱如痴的了。长平面露难色，师傅吩咐过，不能把剑借给外人。妙清再三恳求，我只是保存一晚，明早就归还。再说我们是同门，也不是外人。长平不好推辞，答应将玄寒剑借给妙清一晚。梦寐以求的宝剑终于到手了。妙清师姐回到房里，夜不能寐。小尼姑见师傅房间亮着烛火，过来为师傅奉上参茶，发现桌上正有2把一模一样的玄寒剑。小尼姑仔细观摩，竟无法分辨真伪。妙清拿起其中一把，剑身寒光耀目，这才是本门的玄寒剑。它是用天山湖底神铁炼成的，至阴至柔，断筋劈石，无所不能。那这把呢？另外一把是妙清凭着记忆自己铸造的。妙清长叹，过了今夜，我就再也见不到这把真的玄寒剑了。如果有人问我，你要剑还是要命的，我会告诉他，我要剑。小尼姑见师傅绝望的样子，心中不忍，提议不如把那把假的还给长平。最终，妙清还是没能克制住自己的贪念，将假的玄寒剑交给了长平。师姐，等我把这把剑用完之后，我回去对师傅说，让他借给你吧。好啊，多谢了。师徒俩一脸嬉笑，还不知道这件事人命关天。长平来到袁若飞藏身的破庙，一眼看出袁若飞心事重重。询问得知，袁若飞已经和左云灵交过手了。你这次和他交手，有没有发觉他有什么不同啊？他中了我的五棱剑，但是他复原得很快。果然和师傅推算的一样，左云灵已经快练成先天罡气了。袁若飞面色凝重，论招式他有必胜的把握，但他没办法破开先天罡气。这把玄寒剑是至阴至柔的武器，而先天罡气是至刚的武功。如果要对付他，就必须以柔制刚，以阴挫阳。如果你用这把剑，我想左云灵不是你的对手。独臂大侠正在赶赴生死之战，不想对手已是满头白发，练成了刀枪不入的先天罡气。怎么长平公主你也一起来送死？这样也好，让我挖你们俩的心肝出来祭拜我兵。两人相视一眼，袁若飞率先出手攻向左云灵。他断臂后大彻大悟，功力更胜从前，招法更显刚猛刁钻，有力劈华山之势。武功招式上，袁若飞更胜一筹，但论内功，他却不及左云灵。左云灵的先天罡气以真化境，刀剑不破，这一掌来势凶猛。袁若飞不敢怠慢，施展独臂掌法，小心应对。几番交手，袁若飞打出这劈石断木的一掌。时机已到，长平跃下加入战局。袁若飞趁机拔出了玄寒剑，两人合力之下，长剑刺入了左云灵的胸口，终于除掉这个大魔头了。
却不想左云林毫发无损，反手封住袁若飞的穴道。长平还想出手，被袁若飞拦住。公主，你快走，走一个算一个。长平施展轻功而去。袁若飞，你也有今天。左云林徒手折断了玄寒剑。次日早朝，左云林怎么会放过向多尔衮邀功的机会？声称有一件礼物要献给皇上。礼物好不好玩的？到底是什么礼物？因为这件礼物凶猛非常，微臣唯恐伤及太上皇和皇上，所以用木龙困住。带他上来。这左云林把一个盖着白布的木笼搬上朝堂。小皇帝起身，让左云林不要卖关子，赶快打开。左云林领命，掀开白布，正是袁若飞。多尔衮狂笑，想不到真的抓住了袁若飞。袁若飞，想你当日在千军万马之中大败阿巴泰，生擒端哥哥，当时你真是威风十足。想不到你今天会被左国师生擒困在一个笼子里。生擒中原第一高手，左云林功不可没。多尔衮询问左云林想要什么赏赐，微臣想请皇上下旨，帮我义父修一座忠烈祠。还不等多尔衮回答，吴三桂当场反对：曹化淳滥杀无辜，鱼肉百姓，绝对不是忠贞之士。如果替他建忠烈祠，恐怕受天下人耻笑。多尔衮点头，认为吴三桂所言有理。左云林恨得直咬牙。先父对于明朝实在是谈不上是忠臣，但对于大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左云林转身看向吴三桂，你竟敢对先父出言不逊，这一下差点把吴三桂的胳膊卸下来。左云林仗着武功高强，目中无人，竟然在金銮殿上放肆。多尔衮暴怒，忠烈祠的事不要再提了。是，太上皇英明果断，微臣唯命是从。退朝后，多尔衮找来庄妃商议。你是说他要为他义父建忠烈祠一事？他现在连我都不放在眼里，这还了得？等天下平定之后，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庄妃认为左云林既然还有利用价值，就不应该让他起疑，干脆答应他为曹化淳建设忠烈祠。多尔衮也认为现在不是和左云林翻脸的时候，点头应允。左国师武功显赫，屡建奇功，其义父曹化淳也有功于朝廷，特准为其义父建忠烈祠，谢皇上隆恩。这个被困囚笼里的人，就是袁崇焕的儿子袁若飞。左云林把他押到荒郊野岭，因为今天是大太监曹化淳修建忠烈祠的日子。左云林要将袁若飞活埋在曹化淳的坟墓底下，让其永不超生。把人带上来。这侍卫将袁若飞押下囚车。当年袁若飞让曹化淳尸骨无存，今日左云林要让袁若飞为曹化淳磕100个响头。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见袁若飞不肯屈服，左云林走上前来，两招将其击倒。不想袁若飞竟顺势坐在了地上，宁愿死也不会向奸臣曹化淳行礼。爹，你惨被奸人所害，一定死不瞑目。现在你就看孩儿怎样对付你的死对头。左云林目露凶光，如同杀神降世，四目相对，袁若飞面不改色。左云林怒起，按着袁若飞的脑袋，足足磕了100个响头。袁若飞被撞得头破血流，一代大侠含冤负屈，围观百姓愤愤不平。这时，一人挤入人群，这是战神周世显。目睹袁若飞的惨状，周世显只身闯入皇宫。我就是明朝驸马周世显。侍卫押着周世显面见多尔衮，周世显开门见山，只要多尔衮释放了袁若飞，他愿意劝说长平公主一起进宫，相助多尔衮安抚民心。我大清现在已经雄霸天下，你在这个时候跟我讲条件，太不自量力。周世显直言：你虽入主中原，但大明子民绝不会屈服。将扬州屠城，更是让百姓四处起义，你后患无穷。我怕你会像李自成一样保不住江山。长平公主深得民心，如果她肯归顺，她比50个洪承畴、100个吴三桂更加有力。多尔衮认为周世显所言不无道理。这边左云林已经挖好了坑，立刻将他埋下去。就在他要活埋袁若飞之时，多尔衮的圣旨到了，左云林费尽周折才抓住袁若飞，就这样放了。虽然心中不甘，但多尔衮心意已决，他只能遵旨。这
多尔衮下令让周世显当即动身劝降长平公主。周世显和长平说出自己的计划，长平也认为如今袁若妃和太子都在多尔衮手上，自己和周世显入宫交换，或许还能为大明皇室保留最后一点血脉。长平公主和周世显抱着必死之心踏入金銮殿。长平提出2个条件：一是释放太子和袁若妃；2是将父皇的灵位移入皇陵。多尔衮答应长平的条件，但他担心长平事后反悔，以长平的武功，到时候一走了之不是难事。太上皇请放心，长平可立下重誓，我这一生都不会离开皇宫禁远。公主驸马当着满朝重臣立誓，多尔衮才放下心来，将他们安置在了月华宫，释放了袁若妃。就在他苦思该如何破解左云灵的先天罡气之时，2个黑衣人突然杀出，正是长平和周世显。此行并无他意，2人强行将功力传给了袁若妃，因为左云灵一定不会放过他和太子，只有将3人功力集于一身，才能与左云灵一战。清晨，长平和周世显送别袁若妃和太子，今日一别，后会无期。袁若妃行至海边，与船夫互换暗语。客官过江啊，渡海，看日出啊，望明月。正是长平安排接应的人。袁若妃和太子刚踏上船，左云灵就追了上来，但为时已晚。袁若妃，你怕我吗？袁若妃不怕你，送太子到安全之处，再回来解决你。这边多尔衮信守承诺，将崇祯的遗体引入皇陵。吴三桂、多尔衮、左云灵不失礼数，先后拜祭先帝。3天后，多尔衮为长平和周世显举行婚礼，以安民心。可周世显和长平怎么会让多尔衮如愿？2人从入宫的那一刻就抱了必死之心。后花园内，2杯送行酒已准备多时。周世显拉着长平的手走到先皇的灵位前，3叩9拜。太子已经到了安全之处，总算为明朝保留了一点血脉。2人死而无憾了。驸马爷，我负累你了。不是，这个时候我觉得很满足，很幸福。新婚之夜，长平公主与周世显含泪同饮了这杯共赴黄泉的合欢酒。多尔衮赶来时，2人已经气绝了。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死得这么安逸。长平公主和周世显对大明的忠贞让多尔衮敬佩不已，下旨按照皇室礼仪厚葬长平公主和周世显。独臂大侠带着13把削铁如泥的宝剑，拿起第1把藏在了草丛里。袁若妃要10步藏1剑来对付左云灵的先天罡气。左云灵有罡气护体，刀剑不入。袁若妃要用这13把宝剑试探他的13处要诀，来找出左云灵的罩门。此时，左云灵也做好了和袁若妃决一死战的准备，为曹化淳举办神像开光大典，就是想借此把袁若妃引出来。揭开黄纱，大太监曹化淳的神像栩栩如生，仿佛那个无恶不作的大太监又活了过来。突然白影一闪，袁若妃骑在了曹化淳的脖子上。袁若妃，你敢亵渎我爹的神像，快下来！曹化淳的神像也很好做呀。左云灵怒起，袁若妃闪身，左云灵竟亲手打翻了阿爹的神像。你生前我保护不了你，你死后我连你的神像都保不住。这下彻底激怒了左云灵。袁若妃，我要将你挫骨扬灰！袁若妃2招击退护卫，左云灵已中计了。袁若妃跃起，左云灵紧追其后，2人轻功不凡，几个闪身就来到了袁若妃藏剑之处。没有废话，2人仇深似海，杀招尽出，家仇国恨在这一刻爆发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袁若妃抽身，左云灵紧随其后。几番交手，袁若妃一脚击退左云灵，抽出了第1把宝剑，一招砍落左云灵的顶戴，随即剑出如龙，直取要害，后背、腋下都不是罩门，反被左云灵制住，一掌击断了宝剑。袁若妃弃掉断剑，再战左云灵，独臂交手，不落下风。辗转腾挪间，袁若妃抽出了第2把宝剑，正中腹部，又被折断了。袁若妃破不开先天罡气，她只能跑向第3把剑。2人在山腰交手，左云灵铜皮铁骨，袁若妃几番试探，上身毫无破绽。几番交手，袁若妃抽身再跑，纵身跃入草丛，不见了踪影。罡气护体的左云灵无所畏惧，也跟着钻入草丛。就在他苦寻踪迹之时，袁若妃抽出了第3把剑，接连2剑，左云灵不痛不痒，
袁若飞迎面而上，可没走过2个照面，宝剑又被折成了2截。好，袁若飞奔向第4把剑，跃下深坑，又拔出1把剑。左云灵避过2剑，从腰间掏出了青竹蛇，接连抛向袁若飞。袁若飞闪躲不及，腿部中招。左云灵狂笑：“你活不了了！”不想袁若飞竟连皮带肉，一剑削掉了青蛇。袁若飞迎面而上，又被一掌击退。左云灵再次抛出小青，袁若飞接过，顺势甩到了左云灵嘴里。原来嘴里就是他的罩门。袁若飞跃起，一剑穿透了左云灵，宝剑扭转360度，一脚踢飞了左云灵。再看东海神尼的这把玄寒剑，已经拧成了麻花。滚落山下的左云灵心中不甘，他吸取了金童玉女的精纯内力，强取了江香生的百年功力，又将曹化群的先天罡气炼至登峰造极，刀剑不破，最后竟被自己驯养多年的青竹蛇咬了个肠穿肚烂。左云灵死不瞑目，